眼前这个女人可以倒拔杨柳，也可徒手垂狼救父。她叫苏软软，是一个被流放的穿越者。这天，她被流放到了罪人山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这山上到处都是豺狼虎豹，你怎么能一个人待着？娘，我真没事。都怪爹没用，是爹没本事，护不住你。大黄被吵醒了，苏老汉和李氏瞬间僵住，李氏两眼一翻，身体软软的向后倒去，苏老汉也腿一软，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。妖怪啊！苏软软反应极快，将老两口牢牢扶住，他猛地回头，狠狠瞪了一眼罪魁祸首。别怕，爹娘，你们别怕，他不咬人，他特别乖。乖什么乖？那是吃人的大虫啊！软软，你快跑！你别管我们了，快跑啊！大黄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许吓唬家里人。快跟爹妈问个好。我刚才发出了什么声音？等下，是村里的赵虎，他怎么来了？哟，这不是苏家小姐吗？怎么命这么大，没被山里的野兽叼走啊？正好你爹娘欠了我10两银子的安置费，今天要是拿不出钱，就让你来补偿吧。你无中生有，我们何时欠你钱了？我说你欠了，你就欠了，给我上，把这小姑娘给我带走。虎大虫！大黄，说了多少次了，要懂礼貌，不要乱叫。你看，把客人都给吓到了。他委屈地瞅了苏软软一眼，喉咙深处滚出一声低低的呜咽，然后在所有人眼珠子快要掉出来的注视下，他竟真的一步三回头的趴了回去。苏软软转回身，脸上又挂上了那副柔弱无助的表情。几位官爷，我们一家初来乍到，身上实在没有分文，求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吧。不敢，我们这就走。哎，官爷别急着走呀，我爹娘还没谢过你们的安置之恩呢。不是我没有用力，是这个石头它自己碎的，这石头质量也太差了。怪我，这根本就不是人！老两口僵硬地转动脖子，看了看地上那堆碎石，又看了看自家闺女，眼神呆滞。软软，那是……苏软软眨了眨眼，一脸无辜地摊开手。我说了呀，是这石头不结实。爹娘，你们看，我手上一点皮都没破。苏家二老看着他那双依旧白皙粉嫩的小手，陷入了更深沉的沉默。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窜入苏老汉的脑海，让他浑身一震。村里老人常说，天上的星君会下凡历劫，难道自家闺女竟是那下凡历劫的神仙？我懂了，我全懂了。老婆子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咱闺女不是凡人，她是天神下凡啊！还有这只大虫，也不是普通野兽，是天神派来保护咱闺女的神兽。这脑补能力，不去写小说可惜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我费劲解释了。这茅草屋太小也太破了。苏软软的目光扫过周围郁郁葱葱的山林，看来是时候搞点基建了。苏老汉和李氏正用一种仰望神明的眼神死死盯着自家闺女。老婆子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咱闺女就是天上的仙女儿下凡历劫的。这石墨凡人哪有这个本事？软软，不，闺女，你累不累？饿不饿？行吧，身份直接从流放罪臣之女，快进到下凡历劫的神仙了。这身份跨度比我穿越还离谱。爹娘，我没事，
就是有点饿了。饿了？对，饿了就得赶紧吃饭。我这就回去给你做饭，我把锅碗瓢盆都拿来，以后就在山上给你做。对，闺女也得吃饭，我这就去山下把东西都搬上来。看什么看？要不是你刚才叫那么大声，我能饿这么快？待会儿我爹娘送吃的来，分你一条大腿。苏软软的目光越过破屋，投向屋后那片广阔的山坡。地势平缓，背靠山崖，视野开阔，不远处还有溪流，完美的建房地点。然而计划未动，麻烦先行。苏老汉和李氏还没回来，山下的小路就又传来一阵嘈杂。靠山村的赵寡妇，村长赵虎的亲姐姐，他儿子赵大壮。赵大壮指挥着村民，开始用木桩和绳子，像是在丈量土地。几位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哟，是苏家小姐呀！我们做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看到了吗？地契，这片荒山早被我们家买下，只是没开垦。你们流放之人占了我们的地，还好意思问？好家伙，古代版强拆队，连假证都做得这么不专业。可是官差大人把我们安置在这里的。官差管天管地，还管得了靠家村的地？我舅舅是村长，在这儿他说的比官差管用。今天这地我们要定了，再不滚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茅屋里，大黄站了起来，骨节发出轻微的爆响，喉咙里压着低吼。苏软软却像是没听见，她只是站在原地，单薄的身子微微发抖。可是这里真的是官差大人指给我们住的地方。哭有什么用？今天就算你哭坏了眼睛，也得给我从这地离开。我劝你听话，不然伤了可不好看。大壮哥说的对，绑了他！赵寡妇抱着胳膊，在旁边冷冷看着，嘴角是稳操胜券的得意。别欺负我，我们真的没地方去了，求求你们行好。行好，可以啊，你听话，哥哥就……话音未落，苏软软像是被他伸来的手吓得魂飞魄散，身体猛地向后一缩，整个人眼看就要摔倒，还腰身一弯，小手在地上胡乱一抓，正好抓住了一块脸盆大小的碎石磨盘。哎呀！那块足有上百斤重的碎石磨脱手而出，它没有砸向任何人，它划过一道令人心脏骤停的弧线，带着撕裂空气的恐怖呼啸，嗖的一声越过赵大壮等人的头顶，砸向了他们停在山路上的那辆牛车。转回头看向那个始作俑者，苏软软还保持着摔倒的姿势，她的小脸煞白，大眼睛里填满了极致的惊恐与茫然。不是我，是这石头，他自己滑出去的。哎呀，力气好像用大了点儿，本来只想砸个车轮子，这下好了，直接报废，赔钱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赔钱的。这石头，它怎么不长眼睛啊？几个村民瘫倒在地，一声比赵虎当初还要凄厉百倍的尖叫从赵寡妇的喉咙里炸开，他转身就跑，连滚带爬，连亲儿子都顾不上了。赵大壮也终于从极度的惊骇中惊醒，他怪叫一声，手脚并用疯了一样跟在母亲身后朝山下狂奔。山坡上只剩几把被丢弃的锄头，还有那张伪造的被风吹得翻滚的地契。苏软软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脸上的惊慌和泪水瞬间隐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风轻云淡的浅笑。他走到那张假地契前，弯腰捡起，只看了2眼，便随手一搓，那张泛黄的纸在他纤细的指尖化为了最细密的粉末。地是我的了，家也该有了。苏老汉和李氏正背着全部家当，手脚并用地爬上山。这里盖主屋，3间起步，要大要敞亮，旁边单独起一间厨房，再挖个大地窖，冬天存菜。那边给大黄盖个窝，必须让他能躺着打滚。哦，对了，爹娘的屋子要朝阳，冬暖夏凉。看吧，欺负探咱下凡的仙女，都会立刻遭到天谴。那牛车肯定是老天爷看不下去，一个雷给劈了。软软，我的乖乖，你站在这风口上做什么？快，饭做好了，娘给你端来了，赶紧趁热吃。闺女，你看，爹把家当都给你搬来了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就在这山上扎根。爹娘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肚子都快饿扁了。
娘，还有吗？搞基建之前，得先解决吃饭问题。我懂了，仙女下凡动用仙法，那肯定是要消耗法力的。这吃饭就是在补充法力，吃得多，说明咱闺女厉害呀。软软，你等着，娘这就去给你多挖点野菜。爹去打点柴火，晚上给你炖肉汤喝。哎，爹，娘，不用那么麻烦。嗨！爹，柴火，这不就有了吗？这下应该没人怀疑我是不是柔弱小白兔了吧？苏软软心里满意的想，她走到那棵大树旁，开始了极其暴力的柴火处理流程。爹娘，从今天起，这座山就是咱们家的菜园子和养猪场。明天开始，咱们就盖房子，用最好的石头、最粗的木头，盖一座谁也推不倒的堡垒。好，闺女，你指哪儿，爹就给你递水喝。而在他们看不见的更深的山林里，一处隐秘的山洞中，一声沉闷的巨响伴随着大地的震颤传来，惊得洞壁上的尘土簌簌落下。石壁上，一个面色苍白的俊美男子猛然睁开眼。是地龙翻身，还是巨兽搏杀？他伤势极重，气息微弱，但那双深邃的凤眸却在此刻锐利如刀。山中竟有如此巨力！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砍柴的，没见过用手拍柴的；见过拔萝卜的，没见过徒手拔树的。爹娘，别愣着了，过来搭把手。他蹲下身，伸出食指，在被他当成画板的山石石面上游走。吃饭的问题暂时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住。图纸有了。接着，他走向山坡后方那片裸露的岩壁，那里的山岩质地坚硬，是顶级的建筑材料。他手臂肌肉微微隆起，然后一拳导出，整座山壁都随之剧烈一颤。他收回拳头，五指发力，在那蛛网般的裂纹中轻轻一掰，一块厚度均匀、边角方正的巨大石板被他硬生生抠了下来。不到一炷香的功夫，几十块大小、厚度几乎完全一致的石板就整整齐齐地码在了空地上。石匠和青砖也解决了。爹，你帮我看着点火，我去就回。片刻之后，林中传来一连串树木被暴力折断的巨响。他肩上扛着一根被处理得干干净净、笔直的巨大原木，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巨人，来来回回，木头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河。木匠和木料齐活。原来仙女盖房子是这样的，这哪里是盖房子，这分明是在开天辟地。苏软软捧着碗，吃得正香。李氏在一旁时不时给他添一勺肉汤。苏老汉则抱着那块被女儿刻了图纸的石板，只有大黄显得有些烦躁。此刻，他一声压抑着无尽威严的低吼从他喉咙深处滚出，茅屋内的空气瞬间凝固。大黄站起身，巨大的身躯带来无与伦比的压迫感，他一步步朝吓傻了的苏老汉逼近。别闹，那是我爹。叫妈，叫爸。听不懂人话，以后他们就是你衣食父母，见了他们得像见了我一样摇尾巴，听懂没？大黄认命的用他那颗头颅讨好的蹭了蹭李氏，李氏吓得浑身一哆嗦，但看到女儿那鼓励的眼神，还是颤抖着伸出手摸了一下。苏老汉捡起地上的石板，看着眼前这母呲呲笑的一幕，再看看那根还在熊熊燃烧的牛车轴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醉人山上演了一场近乎神迹的造屋过程。没有夯土机，他赤着脚在地基上来回跺了几圈，上千斤重的石板在他手里轻若砖石，他一手一块，垒墙严丝合缝，刀片都无法插入分毫。不用粘合，够了。苏老汉想搭把手，递个木楔子，可他刚迈出脚，苏软软已经一掌将碗口粗的木笋拍进了卯眼里，他只能尴尬地收回手，默默退开。大黄则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，他庞大的身躯上被苏软软用藤条绑了2个大筐，左边放着木质零件，右边装着茶水干粮。短短5天，一座占地广阔、气势恢宏的青石大宅在山坡上拔地而起。
这是皇宫吧？什么皇宫？皇宫有咱们家结实，咱们这儿叫仙宫。总算有个窝了，接下来就是填满粮仓，实现吃肉自由。他正盘算着明日的菜单，他在门口打盹的大黄猛地站起，他对着山下小路发出一声警惕的低吼：“又来人了！哟，换新品种了，这回来的是个病秧子小白脸。”你是什么人？来这儿做什么？在下迷路了，敢问姑娘此地何处？能否讨碗水喝？哎呀，这后生看着怪可怜的，快喝口水歇脚。多谢大娘。我顾承孝天之骄子，何曾如此狼狈地倒在一个陌生女子的怀里？别动，你发烧了，伤口裂了。我被一个看起来比她瘦肉2圈的少女毫不费力地抱起来了。爹娘，去烧点热水，拿些干净的布条来。大黄，门口守着，再有人来，先嚎2声，再动手。放心，不收你医药费，但是伙食费得另算。软软，那个后生不会有事吧？无碍的，患处虽然严重，但没有伤及根本，烧退了就好。怎么吃醋啦？那是个病人，等好了就让他走。这还差不多。顾承霄在一阵剧痛中醒来，他睁开眼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陌生的由巨大原木搭建而成的屋顶。他低头看去，腹部的伤口被重新处理过，包扎得整整齐齐。李氏端着药碗走了进来。后生，你醒啦，快把这碗药喝了。这是俺家软软去山上给你采的草药，退热理气，可管用了。敢问大娘，救我之人是俺家闺女软软，你运气好，碰上俺们家软软，她心善。能把一头猛虎当宠物养，能徒手建起一座石堡的少女，用心善来形容，似乎不太恰恰。醒了，正好。醒了就说说吧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受这么重的伤，躲在山里？在下顾萧，是个商人，行商途中遇到变故，与护卫失散，受了些伤，见鬼呢！流落到这里。哪个商人找你这样，还顾萧？我看你叫顾头不顾腚还差不多。行，你说你是商人，那就是商人吧。既然是商人，那咱们就按商人的规矩来，救你一命。医药费看你长得还不错的份上给你免了，但住宿费、伙食费，还有养伤期间的护理费，你总得付。姑娘，在下如今身无长物，没钱没关系，可以用劳力抵债。劳力？对，看到那座房子了吗？我盖的。看到那堆柴火了吗？我劈的。看到那头老虎了吗？我养的。我们家不养闲人，等你伤好一点就得干活，劈柴、挑水、种地、喂老虎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我曾经的大燕太子，未来的95之尊，居然要沦落到给一个山野村妇打工还债，还要喂老虎。好，孺子可教，长得好看还这么听话，当个长期劳工也不错。伤好了，那就开始干活吧。很难吗？那就挑水吧。山泉在半山腰，不远。
啊，忘了跟你说，我刚把水接过来了，你白跑一趟了。自己不是来打工还债的，是来这个怪物面前，负责衬托他到底有多么不正常的。对了，你伤口还没完全好，别碰水，先去换身干衣服吧，我爹那里有干净的。还不错，至少听话。他一个从小被人伺候到脚趾头的皇子，笨拙的在溪边搓洗了半天，搓得指节通红，衣服还是灰蒙蒙的。而苏软软捞起一件衣服，只是2只手抓住两端，轻轻一拧，所有的水分都被瞬间挤出。当初应该去学学怎么拧衣服，而不是学什么帝王策。你这样不行，你力气太小，技巧也不对。你看，首先你要把衣服想象成你的执念，然后用你最大的力气去拧它。根本没有什么技巧，唯一的技巧就是变成他。顾承霄彻底放弃了在体力活这个领域追赶苏软软的任何幻想，他被安排了更适合他的工作，当一个文员。每天的工作就是用木炭在石板上面记录：今日卯时3刻，软软入林；辰时1刻龟，或野猪1头，重约340斤。罚你倒立，用尾巴写自己的名字。大黄不会写，被弹了10个脑瓜闷，哭了半个时辰，感觉自己不是在记录一个家庭的日常，而是在记载一个神明的起烛。哎，顾小子，你这身子骨不行啊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以后怎么娶媳妇儿？你看俺家软软，闺女，咱们这又是盖房又是开荒的，动静太大了，我怕会把山下的那些人招来。招来就招来呗，来了正好，我这几天手痒，还没活动过筋骨呢。爹说的不是捣乱的混混，是官府的人。咱们是被流放到这醉山山的，按律每年都得给官府交一笔人头税，以证咱们还活着。咱们这房子在山下几10里外，怕是早晚要找上门来。当家的那可怎么办？那些人都是些贪得无厌的人啊！这种流放之地的差役，往往比京城的酷役更加贪婪和残暴。人头税要交多少？一个人2两银子，咱们家3口就是6两，这还不算他们看到咱们开了荒，肯定还要将收开荒税、占山费，由着他们乱开价，咱们给不起呀。哦，2两银子一个人，抢钱啊！看来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物理说服了。9月初7，晴，山雨欲来。看来有人要来给我们送钱了。苏软软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，手里拿着一根不知从哪弄来的兽骨，正在细细地雕刻着什么。顾承霄坐在不远处的廊下，捧着一卷破旧书简，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那个雕刻的少女。大黄懒洋洋地趴在苏软软的脚边，尾巴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着地，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呼噜声。大黄的呼噜声戛然而止，苏软软雕刻的动作停了下来，抬起头，清澈的眼眸里一片平静。是他们来了！爹娘别怕，去屋里待着，没事的。不开门是吧？想炕睡，兄弟们，把门推开！1、2、3，推！这门是铁打的吗？再来！哟，这偏僻的地方还藏着这么个水灵的姑娘。赵官爷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老苏头，你们家这是发了横财了，在这罪人山上盖起了这么气派的屋子。按照朝廷律例，流放罪人不得私建豪宅，你们违制，足以再押回大牢。官爷饶命，我们没钱，这屋子只是随便搭建，不值钱的。不值钱？哄谁呢？要么交钱，要么跟我们走一趟。3口人，人头税每人2两，共6两，再加开荒税、占山费，凑整20两。怎么，嫌多？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来人，搜！值钱的都搬走抵税。不要啊，官爷爷！让开！住手！怎么，小娘子想通了？你肯服个软，
睡前也不是不能商量。娘，没事了。20两是吗？对，1文都不能少。你是什么都没了？我们家没那么多。没有就用你来抵。你放手！官爷，你看，家里就只剩这点银子，实在拿不出20两。哼，少来这套！唉，这银子是早前从镇上换的，放的久了都有些旧了。院子里只有那堆积在地面上的银色粉末闪烁着光芒，赵四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。官爷，你看，这银子质量太不好了。赵四身后的一个年轻差役双腿一软，竟是直接吓得口吐白沫，裤裆处迅速阴湿了一大片。官爷，你们怎么了？他拿刀挥向苏软软，当心，别伤着自己。苏软软只用2根手指夹住，微微用力，那把厚实的钢刀从中断裂。姑奶奶，仙女菩萨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小的不是人，小的该死，求您饶了小的一条狗命吧，饶了我吧。税还收吗？不收了，不收了，不收了！小的该死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孝敬，这是孝敬，求女菩萨笑纳。滚！他跑到门口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又扑通一声跪下，转过身对着苏软软重重的磕了3个响头，然后他才手脚并用的消失在了山路上。苏软软走过去，踢了踢那个瘫在地上的差役，把他还有那个都带上，一起滚。唉，可惜了，本来还能打个耳钉的。这铁还不错，回头融了可以给爹打一把新柴刀。爹娘，没事了。曾经以为权谋、兵法、人心才是这世上最强大的武器，可今天亲眼见证了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这一切是多么的可笑和脆弱。晚饭的香气一如既往的浓郁，可往日里最热闹的饭桌，今天却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。苏老汉埋着头，一口一口地扒拉着碗里的饭，李氏则是不停地夹菜，把他的碗堆成了小山，但他的嘴唇嗫嚅着，想说点什么，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那眼神一半是疼爱，一半是敬畏，还有一丝藏不住的陌生。你们怎么都不吃？闺女，你给爹交个底，你这身力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有一天睡醒了，就这样了。可能是在山上摔了一跤，摔开窍了。山神保佑，山神保佑啊！苏软软看着他们自我攻略完毕，轻松地笑了笑。摔一跤，我读过万卷书，见过无数奇人异事，这世上绝没有如此荒唐的开窍。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下棋，棋盘是天下，棋子是众生。苏软软的出现让我明白了，有一种存在是可以直接掀掉棋盘，再把下棋的人连同棋子一起捏成粉末的。闺女，以后劈柴挑水的活你可别让顾小子干了，他那小身板不够你一指头弹的。对，让他多读书，教你爹我认图纸上的字。我堂堂太子，沦落到只能当个识字先生了吗？肉吃完了，家里没存货了，明天的伙食标准要下降了。这都入夜了，山里不安全。没事儿，我去就回。闺女，让他去吧，这山上现在该担心的不是他。这么快？顾承霄正准备回屋，就看见苏软软已经从林子里走了出来。
他松开绳子，3头巨大的野猪尸体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肉山。苏老汉和李氏闻声出来，看到这场景，直接傻在了原地。爹娘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我刚进林子，就看到这3头猪，不知为何一头撞晕在了同一棵树上，可能是太想不开了。顾承霄默默地拿起木炭，在那块光滑的石板上写下了新的一行：9月初10，软软入林，一炷香鬼，获自甚野猪3头，共计约1000斤，死因想不开。这么多肉放着会坏的，得全部分割了，一部分做腊肉，一部分做肉干，剩下的用盐腌，能吃大半年。苏软软拿着刀，在那坚韧的猪皮上一划，厚实的皮肉便应声而开，切口平滑如镜。这皮得留着做骨面。不过1刻钟，一整头野猪就被他拆解成了大小均匀的肉块和一副完整的骨架。顾潇，别愣着，过来帮忙。哎，这小子还真得练练。一家人忙活了小半个晚上，总算将3头野猪处理妥当。为了犒劳大家，苏软软特地留下了最嫩的里脊肉，用火堆烤了起来，油脂滴落在炭火上，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。大黄被这香味勾得坐立不安，围着火堆，喉咙里发出呜呜的撒娇声。没过多久，一群举着火把的人就出现在了院门口。苏老汉和李氏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顾承霄的眉头也皱了起来。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这香味儿招祸啊！苏老哥藏得够深啊，这肉香半座山都能闻到。我的老天爷，苏老哥，你们家这是发了多大的财啊？这得是多少肉啊，够全村人吃1个月了。苏老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们是流放至此的罪人，按理说不准与外界有太多往来，可你们倒好，在这山上盖豪宅囤肉食，这要是让官府知道了，可是大罪。真要报官。王村长，这都是我们运气好，在山上捡到的几头野猪。你告诉我，什么样的野猪会排着队让你捡？苏老汉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们家现在是这罪人山上的独一份，可这山是我们清河县的地界，你们在这里吃了肉，总不能让山下的乡亲们连口汤都喝不下吧？就是见者有份，分我们1半，不然我们就去报官。村长说的对，大家来都来了，就是客，哪能让大家空着肚子回去呢？爹娘，去搬桌子凳子，顾承孝去拿碗筷。今晚我请大家吃烤肉。这丫头疯了！哎呀，还是苏家闺女懂事理，大家伙儿都别客气，坐。苏软软不紧不慢地从架子上取下一大块几10斤重的生猪肉，然后他从厨房里拿出了一把豁了口的柴刀。他蹲下身，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磨盘大小的青石。这刀太钝了。诡异的是，他磨刀掉下来的不是铁屑，而是石粉。然后他看向那块几10斤重的带着巨大骨头的猪肉，他没有用刀去割，而是举起了他白皙的小巧的拳头，一拳下去，一声闷响。哎呀，用力太大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叔伯，这肉好像没法烤了，要不我给大家现磨一碗骨头渣子汤喝。王老根和那些村民是在一阵极度尴尬和恐惧的沉默中落荒而逃的。魔鬼，那绝对是魔鬼！院子里只留下一地狼藉的农具和那滩肉泥。苏老汉看着那些被遗弃的锄头扁担，再看看自己那气定神闲的女儿，张了张嘴，最后只是默默地走过去，开始收拾东西。作孽哦，这么好的肉。苏软软倒是无所谓，她把那滩肉泥铲起来，丢给了大黄。喏，你的加餐。挑食？这种力量，如果只是用来打野鸡猪、吓村民，是不是太浪费了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。你今天盖了房子，以后想不想盖一座更大的，像皇宫那样的城？盖城？那要搬多少石头啊？太累了。现在的房子就挺好，能遮风挡雨就行。你今天赶走了那些想抢肉的村民，如果以后有更大的人物，比如县令、总兵，甚至皇帝，他们也要来抢你的东西，欺负你的家人，你怎么办？皇帝很厉害吗？他手下有千军万马，有数不清的像赵扒皮那样的人。他说一句话就能决定天下所有人的生死。哦，
哦，那他也不能抢我的肉。他要是敢来，我就打他。他有千军万马。千军万马是多少人？1000个？10000个？听起来好像有点多。打得完？他拥有一套以我为中心，以对错为半径，以拳头为执行手段的简单而强大的思想体系。在这个体系里，皇帝和村民没有区别，千军万马和3头野猪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异。我明白了。顾承霄站起身，对着苏软软郑重地行了一礼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奇奇怪怪的。苏软软被他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。顾承霄没有再解释，他走回那块巨大的石板前，他没有再记录苏家的日常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手中的木炭在石板上画下了第一笔。从今往后，只画山河。大燕，京城。顾承霄，你在画什么呢？力拔山河论。第一步，先让这位神明知道，他的力量究竟能走到哪里。一夜过去，院子里那滩肉泥早已被处理干净，昨夜来饭的村民们遗落的农具被苏老汉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墙角。顾承霄一夜未眠，就坐在石板前，手里还捏着半截木炭。苏软软凑过去，你画的这是什么？藏宝图吗？这是天下。这个圈圈画的比较大，是这里能找到更大的野猪吗？我该怎么解释呢？对，这里的野猪最大最肥，而且圈养了全天下最多的肉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去？不急，去之前我们得先修一条路，一条能让我们安安稳稳走过去，把肉拿回来的路。这个计划很不错。这条路要用牺牲来铺就，要用权谋来浇筑。今天先别去，昨天那些人吃了亏，但麻烦可能才刚开始。他们还敢来？他们不敢，但他们会找他们认为敢的人来。他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把锄头放下，搬了张小凳子，坐在院子里，一边撸着大黄，一边等着所谓的麻烦上门。他等了一上午，从日上三竿等到日头偏西，大黄在他手下舒服的直打呼噜。苏软软等得都快睡着了。顾承霄这家伙就是想偷懒嘛。哎，有人来了。走在最前面的是村长王老根，轿子上坐着一个40岁上下的妇人。即便是在颠簸的山路上，他手里还端着一杯茶，茶水竟没洒出半分。是桂嬷嬷。他走到院门口，并没有立刻进来，而是拿出一方洁白的帕子掩住口鼻。一股子野兽的腥皂味，混着穷酸的饭菜气，简直污秽不堪。苏软软，他踏入院子，带着一股浓郁的脂粉香气随之飘了进来。见到长辈还不起身行礼？在乡野之地待久了，连最基本的规矩都忘了吗？一直趴在苏软软脚边打盹的大黄鼻子动了动，他猛地睁开了那双金色的树瞳。大黄不喜欢这个味道，更让他不爽的是这个味道的源头，那个两脚直立的生物正用一种他极为讨厌的眼神看着他的主人。于是这头百兽之王缓缓地站了起来，他近1人高的庞大身躯像一座小山，悄无声息地挡在了苏软软面前。一声低沉的咆哮从他喉咙的深处滚了出来。王老根和那几个村民腿一软，直接跪在地上。桂嬷嬷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猛虎吓了一跳，脚步一顿，脸色微微变了变。孽畜，滚开！嬷嬷息怒，这畜生不懂事，我这就把他拴起来。不必了，苏软软，我们夫人派我来，不是来看你在这穷山恶水里如何与禽兽为伍的。夫人有几句话要我亲自说与你听。第一，苏家念在往日情分，保你们饿不死，但你们没要记住自己的身份，安分守己，不得再生事端。他的话没能说下去，因为大黄动了。他没在咆哮，也没在示威，他只是迈开步子，像一只在自己领地里巡视的猫，走到了桂嬷嬷的面前。桂嬷嬷被他庞大的身躯带来的压迫感逼得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你这畜！大黄没咬下去，只是张开巨口，用他那2颗犬齿精准地叼住了桂嬷嬷的领口。他脑袋一甩，桂嬷嬷就被轻轻松松地提离了地面。整个世界在桂嬷嬷眼中开始天旋地转，她那梳得一丝不苟的发髻瞬间散开，银簪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一声足以刺破耳膜的尖叫终于从她喉咙里爆发出来。
大黄被这声音吵到了，叼着他在半空中左右甩了2下，他袖子里的东西被甩得七零八落。苏老汉和李氏完全懵了，只有顾承霄，他站在廊下看着这荒诞的一幕，嘴角微微上扬。这出戏倒是比京城的有趣。大黄，快吐掉！脏。别吃我，别吃我！有没有硌到牙？你看你，什么都往嘴里放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外面的东西不干净。饺子，我的饺子！你不好奇你的那位好姐妹在信里说了什么吗？不好奇，反正也不会是什么好话。有那功夫，还不如想想中午吃什么。对了，你刚才画的那个荆棘，就是这些人来的地方吗？那里的野猪都这么不惊吓吗？大部分都这样，但有些比这头老虎还要凶。哦，那就有意思了。那可是苏府的人，就这么得罪了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娘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就算塌下来了，我再给他顶回去就是了。是啊，我都忘了，自己的闺女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任人欺负的小白兔了。苏老汉则默默地捡起桂嬷嬷掉落的银簪子，然后在院中的磨刀石上蹭蹭几下，把簪子尖锐的顶端磨成了一个圆润的弧度。他把磨好的簪子递给苏软软：“闺女，留着玩吧，别戳到手。”顾承霄拿着那封信陷入了沉思，信封封口用的火漆印着一个精致的兰花纹样，这不是苏家的家徽。他看了一眼苏软软，没有选择当众打开。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屋内的光线顿时暗了下来。他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挑开火漆，信纸抽出，信上的字迹娟秀而工整，看得出是出自女子之手。顾承霄快速地扫视着，自生自灭。苏家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虚伪。在苏青青的署名之下，有一个极不起眼的点，用针尖刺出来的小孔。他将信纸举到窗户透进来的那缕光线下，光线穿过那个针孔，在昏暗的屋子里投下了一个微弱的光斑。他伸出手，用手指在那光斑周围轻轻拂过。针刺密文，原来醉神山藏着一个横跨朝野的阴谋网络。他需要破译这篇密文。他将信纸平铺在桌上，用细毫蘸着清水轻轻涂抹在信纸背面。随着水分的浸润，那些原本看不见的针孔和凹痕显现出淡淡的痕迹。这不是大雁的文字，而是北狄的王庭密语。龙翼出海，静待东风。每年秋猎，盛家都会离开京城，前往东郊围场。这哪里是什么姐妹间的炫耀信？这分明是一封谋逆的联络信。苏家那个看似忠心耿耿的吏部侍郎之家，竟然暗中勾结了北狄，自己被废黜，被流放。苏家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？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局。而我，曾经的太子，如今的罪人，却在这座与世隔绝的醉山山上，阴差阳错的截获了这张谋反之网的一角。这局棋才刚开始。干嘛？肉还没烤好呢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京城里那头最大最肥的野猪吗？有人想抢在我们前头把它宰了。他们想把整个猪圈
都送给外人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要抢我们的猪，还要把我们以后养猪的地方送给别人？对，那头最大的野猪就是皇帝，那些想宰了他的人是朝廷里的一些大官，比如送你回来那个苏家，而他们想把猪圈送的外人就是北边一群凶悍的叫北狄的邻居。他们自己家没猪吗？为什么要抢我们的，还要把猪圈都送人？那我们以后上哪儿养猪？他们嫌自家的猪不够肥，也嫌自家的猪圈不够大，而且他们觉得我们这个猪圈里的人太好欺负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京城，把那些抢猪的坏蛋都治治住。不行，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只有2个人和1只老虎，我们没有足够的粮食，没有安全的住处，甚至连去京城的路都不认识。就这么过去，别说做事了，我们自己会先饿死在半路上。我虽然力气大，但饭量也大，大黄吃的更多。要是走半路上没东西吃了，确实是个大问题。先筑基，我们要把这里变成我们的根基，一个不管外面风雨多大，都能安稳睡觉、吃饱饭的地方。有了根，才能长成大树，才能去跟别人争立足之地，争生存资源。我们要有自己的田，种吃不完的粮食；我们要有自己的水，不用再下山去挑；我们要有坚固的房子，不怕风吹雨淋。等我们把自己的猪圈建好了，再去考虑外面那个更大的猪圈。我懂了，我们先在这里建一个最稳固的家，谁也无法轻易打扰，然后攒够了干粮就出发。之前接的水不能食用，只能慢慢调了。娘，明天开始我去挑水。不行不行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那活太累了。苏软软没再争辩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扛着2只空水桶，带着大黄出了门。但他没有走向半山腰的水潭，而是径直朝着人迹罕至的后山深处走去。要有自己的水，每天去挑水太麻烦了。既然这座山是我的地盘，那为什么不能让水自己流到家里来？大黄跟在他身后，步履轻快，荆棘丛生，怪石嶙峋，数十年流放犯的禁足，让这里保留了最原始的野性。苏软软走在其中，却像是在逛自家的后花园。挡路的灌木，他随手一拨，便让出一条道。横亘的枯木，他一脚踩上去，枯木应声而碎。苏软软的目标很明确，水往低处流，但源头一定在最高处。他要找的不是一潭死水，而是一个活的泉眼。他爬上一块高耸的巨岩，眺望四周，山峦在晨雾中起伏，如同一头沉睡的巨兽。他的目光扫过那些植被格外丰茂、岩石上附着着青苔的区域。当苏软软拨开最后一片比人还高的蕨类植物时，一幅绝美的景象展现在他眼前。那是一面巨大的青色石壁，中间有一道深深的裂缝，涌出一股清澈见底的泉水。没想到这荒山深处竟藏着这般如仙境的地方。好东西。苏软软围着泉眼转了2圈，又爬到高处。乱石密林虽重，但在我眼中，这里才是最短的路。行了，就这么办。他要从这里硬生生挖出一条水道，让这股灵泉绕过山脊，穿过密林，直接流到他家的水缸里。没找到水。找到了，水很好，就是有点远，我准备让它自己流过来。自己流过来？对啊，我给它挖条路不就行了？无数古代水利工程，每一个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。我又一次用常人的逻辑去揣度他的思维了。不好了，苏家小哥，县里来人了！县里来人做什么？
还能做什么？桂嬷嬷回去肯定没说好话，有人告到了县衙，说我们醉人山出了吃人猛兽，祸乱乡里。县里的陈竹部亲自带着10几个衙役，正往山上赶，说要来绞杀猛兽，清查山民。他们有多少人？到哪儿了？10好几个，都带着刀，已经到山脚了。我朝小路跑上来的。解释没用，硬扛，那就是公然对抗官府，坐实了罪名。他看向苏软软，却发现他根本没在听他们说话。这里连到这里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闺女，你听到没有？官差要来了，要杀大黄！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引水工程规划里，对即将到来的县衙官差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关心。这里要挖深一点，不然水流不过来。还有这里，要修一个分水口，不然下游的田地就浇不到水了。都给本官走快点！天黑之前必须把那畜生给本官找出来！什么动静？打雷了？大人，不像啊！该不会是那猛兽在撞山吧？胡说八道！走，过去看看。这怎么可能？太可怕了！苏软软正在修水渠，他没有用任何工具，他只是弯下腰，伸出双手，然后他深吸一口气，腰部发力，缓缓地站直了身体。起，给我起！他手臂一甩，那块巨岩被轻飘飘地扔向了旁边的空地，巨岩落地，整个山体都为之剧烈一震。救命啊！快拉住本官的马！总算出来了，这水可真甜啊！整个山坳已经被他清理出了一条长达数十丈、宽约3尺的沟渠雏形。苏软软满意走向下一块挡路的石头，陈主簿的嘴唇发紫，身体抖得比王老根还要厉害。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颤抖着转向身边已经快要昏厥过去的王老根，用一种近乎梦呓的声音问道：是什么？王老根已经说不出话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清瘦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。哦，他呀，他是我建家的一个长工。长工？今天的水渠看来能提前挖好了。陈主部吓得开始怀疑人生。这不可能！他身后的衙役们更是丑态百出，已经开始悄悄地往后挪，恨不得爹娘少生了2条腿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顾承霄没有回答他，只是侧了侧身，让开了通往山坳的视野。苏软软又有了新动作，他抬起脚，整块岩石就这么碎成了一地大小不一的石块，滚落进沟渠里。苏软软还不满意，又像是踢毽子一样，把几块最大的碎石一脚一个，精准地踢到了几10丈外的空地上，码得整整齐齐。这下顺眼多了。坡顶上死寂一片，苏软软暂时停下了他的工程，导致持续的轰隆声都停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安静，反而让众人心头的恐惧攀升到了顶点。陈主簿顾不上整理歪掉的官帽，几步冲到顾承霄面前。这位公子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听信了那刁奴的一面之词，扰了山中清静，罪过啊！他身后的衙役们纷纷把刀收回鞘里，跟着自家大人点头哈腰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官老爷怎么像见了猫的老鼠？我这一辈子的见识，今天算是用光了。陈主簿不是来绞杀猛兽的吗？什么猛兽？哪儿来的猛兽？醉陈山乃清修之地，受皇恩感化，山民皆是良善之辈，怎会有那种东西？都是谣言，纯属谣言。下官回去一定禀明县尊大人，还醉山山一个清白，再把那胡言乱语的刁奴抓起来，严加审问。顾承霄目光转向山坳里，
苏软软似乎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，她停下手里的活，朝这边望过来。陈主不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头远古巨兽盯上了，后背的官服瞬间被冷汗浸透。公子，您看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就不打扰您家长工干活了，我们这就走。陈真不觉得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是山体松动，天降祥瑞啊！此乃灵泉现世，是吉兆，是县尊大人治下有方，连这醉冲山都感应到了天心仁慈，自开水道，引来甘霖。至于这沟渠，想必是昨夜风雨大作，山洪冲刷而成。对，就是山洪。下官等人上山，正是听闻此间有异响，担心山民安危，特来探查的。如今看到灵泉涌现，山民无恙，下官这心也就放下了。原来如此，那就有劳陈布回去向县尊大人美言几句了。醉深山偏僻，山民们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一定，公子放心，下官明白，下官都明白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滚！都给老子滚下山去！走，快走！畜生，快跑！老根叔，今天在山上看到的事情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只看见后山山洪爆发，冲出了一道沟，还冒出了一股神仙泉水。是您带着弟兄们不畏艰险上山探查，安抚了我们这些山民的心。你是个明白人，记住，山上没有猛兽，只有祥瑞。谁要是敢在外面胡说八道，就是跟全县的祥瑞过不去，懂吗？送走了这群瘟神，王老根一瘸一拐地往自己家走，脑子里还是苏软软一脚踹碎巨岩的画面。那不是神仙显灵，是什么？你们是没瞧见呐？那县衙的陈主簿威风凛凛地上了山，结果呢，一看到软软那丫头在后山苏土，脸都绿了。怎么个苏土法？人家软软丫头嫌一块石头碍事，那石头比3间屋子还大，她走过去，2只手往石头底下一插，嗨呦一声就给拔起来了，像拔个萝卜那么轻松。她把那大石头往天上一扔，轰的一声砸出个大坑，然后又过去一脚就把磨盘大的山石给踹得粉碎。那些官差当场就惊慌失措，跪在地上喊山神娘娘饶命。在接下来的2天里，醉人山上的居民们都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后山传来轰隆哼通的巨响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2天后的傍晚，当苏软软拖着疲惫但兴奋的身体回到家时，他对着院子里一脸紧张的苏老汉和李氏，以及一脸淡定的顾承霄咧嘴一笑：“爹娘，成了！”他话音刚落，一阵哗啦啦的水声就从院子外响起。只见一道清澈的水流顺着一条由石块和泥土垒成的简易沟渠，精准地流进了院角一个新挖出来的大土坑里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蓄水池。苏老汉和李氏目瞪口呆地看着那股永不停歇的清泉流进水池，很快就蓄满了半池。真的是活水，不用再走几里山路去挑水了，不用再为了一家人的吃水问题发愁了。以前的浩大工程需要历经数年，耗费无数民夫，但这个水渠居然能这么快建成，筑基计划超额完成了。晚饭时气氛格外的好，李氏用新打来的泉水煮了饭，米饭都带着一股清甜。苏老汉破天荒地拿出了一小壶藏了许久的浊酒，这日子总算是有盼头了。这谁呀？谁呀？大晚上的。苏大哥，是我啊，铁嘴给您送野物来了。苏大哥，嫂子，听说府上引来了灵泉，大喜事儿啊！小的前2天不懂事儿，多有得罪，这点野物不成敬意，给软软妹子不，给山神娘娘补补身子。苏嫂子，家里没啥好东西，这点菜给软软姑娘尝尝。紧接着，陆陆续续又有人上门，来的人都是这醉人山上的邻居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提着礼物，满脸敬畏和讨好。为什么我只是挖了条水渠，这些人就都跑来送东西？他看向顾承霄，用眼神询问。顾承霄端着酒杯，对他微微一笑：“你的猪圈
苏软软歪了歪头，好像有点懂了。把自家的猪圈修得最坚固，别的猪圈里的人就会自己跑来，送上最好的猪食。醉人山的新秩序在一次又一次无声的进贡中悄然确立。路上远远望见苏老汉和李氏，都会立刻停步，深深躬身问好。苏老汉则找到了新的营生。苏叔，您看我这块地种什么好？种豆子，这地肥，豆子长得壮。如今我的话比王老根的谕令还好用。光好刺眼，再睡会儿。真香，好吃。而苏软软终于过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日子，每天吃饱喝足就往院子里一躺，脑袋枕着大黄那身温热厚实的皮毛打盹。大黄，吵到我睡觉了。山民们送来的贡品五花八门，堆满了苏家新盖的储藏室，从粮食蔬菜到野味山珍，应有尽有。这天下午，苏软软侧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，一口一口啃着甜瓜。张铁嘴这瓜挑的倒还算上心。顾承霄坐在石桌旁，面前摊开一张粗糙的兽皮，他手持木炭，正在兽皮上绘制着什么。软软，你建立威望，我替你制定规矩。顾公子，苏家妹子，县里又来人了。这次就是来绞杀猛兽。不，这次来的是县衙的刘师爷，就他一个，骑着头小鲈鱼，带了好多礼。哎呀，此地真是人杰地灵，仙气缭绕啊！在下县衙刘敬，奉县尊大人之命，特来恭贺醉山山小得灵泉。县尊大人听闻陈主簿的回报，十分欣喜，说此乃天降祥瑞，当与山民同庆。这些薄礼是县尊大人的一点心意。另外，县尊大人有令，醉深山即有灵泉滋养，当好生修养，免受外界侵扰。从今日起，免除醉深山每年上缴官府的柴役。有劳师爷跑这一趟，也请师爷代我们谢过县尊大人的美意。醉岩山门风淳朴，只想安居乐业，绝不会给大人添麻烦。那是，醉天山金风淳朴，县尊大人也是知道的。院子里重新恢复了平静。苏老汉和李氏看着那两袋白花花的大米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。苏软软吃完最后一口瓜，把瓜皮随手一扔，大黄嫌弃的把脑袋扭向一边。我们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吗？这里是我们的根，根扎得越深，树才能长得越高。以后我们才能去更大的猪圈里，看看那些更肥的猪。他走到大黄身边蹲下来，伸手捏了捏他毛茸茸的大耳朵。大黄舒服地眯起眼睛，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闷响，像一台正在启动的巨大拖拉机。喂，大块头，今天那个人好像很怕你，以后你就负责看门，谁敢来我们家捣乱，你就去吓唬他。我力气虽然大，但总动手也挺累的。你长得这么凶，用来吓唬人正合适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保镖了。大黄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大哈欠，露出一口森然利齿，然后把巨大的脑袋亲密地往苏软软的腿上蹭了蹭，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，继续打盹。少女与猛虎构成了一幅静谧而又充满力量的画卷，属于醉人山的新篇章才刚刚开始。而那封连通着外界腥风血雨的密信，还静静地躺在顾承霄的房间里，等待着一场能将他送出去的东风。